姑开门。秀姑，秀姑。 你晓不晓得，你是爸爸的天啊！啊！你要死，我陪到你一起死，好不好？啊！我陪到你一起死，好不好？我晓得，我晓得，我带秀姑回去。 这事情过不去吧？咱不在一个树上吊死，好吗？啊！周老将军下手够狠的呀。我觉得他下手轻了，我挨这一脚啊，没白挨。他们回到重庆老家那边，有周老将军保护着，也就安全了。这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秀姑以前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以后呢也没有脸再见她。成了。营救罗浩斌的事情已经在安排了，很快就会有行动。好。西柏坡希望在长江以北解决蒋介石的核心部队，争取在1年之内结束战争。党还有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现在担心的是，美国的空军会不会参战？如果他们参战的话，我们会非常的被动。美国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被共产党所占领。你在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消息是，美国的军队不会参战。斯特雷登看好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在中国推行划乡而治，以均衡美苏在华为势力。美国现在用雅尔塔协议和苏联在协调。 希望把以长城为界改为以长江为界。哼，划江而界，不是美国人和苏联人说了算。我们的国家也不会再被人宰割。我们的军队还有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要的是民主，还有独立，包括领土的完整。我现在估计，美国人是不会参战的。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 是黄伯韬，这个家伙实在是太能打了，在平原上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李尼还有邱信元回救的话，这条鱼就跑了。刘志搞不清楚进攻的方向，还在巩固徐州，应该不会去救吧？会有明白人。这是谁？ Mark， 你怎么来了？结婚这样子大事，你怎么不通知俺呢？请进。嗨，马克。俺前来道贺新婚之喜。我们结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祝福。 哎呀，我的杜副司令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请。刘司令，现在情况如何？总统说我的作战方案太过于消极，他根本就不了解徐州的危情。这下好了，
您来了，事情就好办得多了。总统的意思，务必遵照指示，集中全力，迅速攻击运河以西之共军，以免黄北涛兵团先被击破。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对共军的作战计划不能进行全面判断，所以有些束手无策。根据以往的经验，共军的作战部署总有主从之分，绝不可能处处都是主力。共军的围点打援也就这么几招，但是肯定已经安排好了阻击部队，但目标是黄百韬的第7兵团还是徐州，这个可就难说了。徐州的城防要土早又被共军所掌握，他们会趁热打铁，攻打徐州。徐州城防牢固，还有3个兵团驻扎，共产党可不是傻子。黄百韬第7兵团被共军团团围住，而且在平原上临时构筑阵地，很难坚持。黄维第12兵团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在总统严电催促下，他们从雀山和驻马店地区向阜阳地区行进。命令12兵团火速奔赴徐州，协同徐州部队共解黄百韬兵团之围。但总统的命令是让他们向蚌埠地区集结。总统派我来救火，我说过，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总统是同意的。是，我立刻传达指示。我判断，华东共军目前还不是直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先消灭黄百韬兵团，以有力一步打援。黄维兵团北进，共军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主力很可能南下，阻挡黄维兵团北进。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调动兵力。我有2个方案。第一方案，我军以李弥的第13兵团守备徐州，第72军为总预备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孙元良的第16兵团会合黄维的第12兵团，向西与刘邓的中原野战军决战，然后回师向东，击溃陈树的华东野战军，以解黄伯韬之围。听到杜聿明的作战方案，梁统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方案何等恐怖！用黄伯韬拖住华野主力，以徐州集团和黄维兵团合围中野。杜聿明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完全可能改变徐蚌会战的结果。梁统迫不及待地要阻止这个方案的实施，首先必须拖住时间。预计围剿的时间要多久？杜将军认为，只要黄伯韬能在碾庄地区坚持7到10天，徐蚌会战的局面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改观。这怎么可能呢？我坚持3天不错。那就再说说第2个方案。是，以孙元良的第16兵团守备徐州，以第74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李弥的第13兵团全力解黄伯韬之围，令黄维的第12兵团向徐州急进，以配合徐州地区部队与共军的作战。第1个方案大胆，可以扭转徐蚌会战的局面。杜聿明去了徐州，就是不一样。是。梁将军，你的看法呢？我现在担心的是，黄伯韬能不能够坚持到我们的回救？毕竟是在平原嘛，没有屏障，太难于防守。还有就是，共军袭击徐州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共军华中野战军的去向，让徐州方面确定华中野战军的动向，还有问问黄伯韬他们那边什么情况。是。
当罗浩斌说出了留后路的时候，余守仁、郭伟章恐慌了，他们甚至想到了赵恒轩的死。于是，他们找到了米兰妮，想通过米兰妮申请美国护照。米兰妮认为，他们能够在营救罗浩斌的计划中起到作用，经请示组织帮他们办理了护照。小郭啊，这次咱们可是要去美国了啊！快打开看看！哟，这罗先生啊，可真够意思啊！这次可咱们真的要去美国了。是真的吗？护照在这，这能有假？快看！臭小子，净顾着看了，好好开车呀！我们真的要去美国了，而且这次啊，咱们是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哎，看看都有，太好了！光顾着傻乐，你好好开车呀！今儿的菜可是很贵的哦。请你们吃饭还怕贵啊？这几年打鬼子，哪次回重庆不是你们请我吃饭改善伙食啊？来而不往，那叫什么玩意儿？我也觉得你小子肯定是有什么事儿。12兵团在前面打得厉害，你还有心思请我们吃饭？我哪有什么清闲呢？老爷子身体不好，我得尽尽小道。这也是总统倡导的。最近我把老爷子接到南京来住院，我好有时间多陪陪他。要不是给曾光熙叫老太太守灵，我还不会有这么多感悟。这事儿还得谢谢你啊，梁头。老人要是不在了，咱们再后悔是来不及了。哎，这是这家店的招牌菜——美人干。兄弟，你最近是抱的美人归呀！伙计，哎，来了！把这2个凉的菜都给我热一下。啊，好嘞，您稍等啊。这年月呀，吃一顿少一顿了。来，吃菜，吃菜。 24小时都过去了，国防部这些人效率太低了，党国的命运就毁在他们的手里。共军的华中野战军的动向，我们还不清楚。涂将军，还是稳着点好。必定徐州的安危关系重大，这个责任，你我可都负不起呀。 给我联络战略司，给句痛快话，该怎么打，我们提早做准备。联系梁司长，问问国防部的意见。报告，据侦察分析，共军中原野战军确实南下，徐州附近只有2个纵队。哦，这么说，共军不攻打徐州，这下我可就放心了。啊！ 邱清泉到底该什么时候到啊？不要急，不要急，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我的第2兵团往哪里调？说曹操，曹操就到。刘司令，杜长官，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刚刚确定，共军中原野战军已经南下了。哦，好，执行第1方案。 李弥第13兵团驻守徐州，第72军为总预备队，邱清泉2兵团、孙元良16兵团会合黄维12兵团，向西与刘伯承、邓小平华中野战军决战，然后回师东下，击溃陈毅、苏玉华东野战军，以解黄伯韬之围。国防部还没有回复，不管国防部了，成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的意思还是第二方案比较合适，也符合了总统的意思，解救黄伯韬。这第一方案嘛，太冒险了，打不成中野，黄伯韬也被共军给吃掉，这个亏我可就大了。黄伯韬坚持不了多久，我建议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配合李弥的第13兵团，共同解救黄伯韬。我向总统直接请示，执行第一方案。报告，总统急电。总统令，按第2方案，以孙元良的第16兵团守备徐州，以第74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米的第13兵团全力解黄伯韬之围。黄伯韬第7兵团危在旦夕，刻不容缓，各部立即行动，救援不得延误。令黄维的第12兵团向徐州急进，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速由蚌埠沿津浦路。你们这3部要以增援徐州为己任，以党国大局为重，力保徐州，屏障南京。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个时候，我众将士本应该精诚团结，共解国难。你们国防部2厅管着情报工作，那就应该把精力都放在军事情报上去，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得人心惶惶。顾董长，是因为张克侠、何其峰投敌，我们也是为了以防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张克侠就任徐州城防司令，是我跟刘志商量的，刘志下的命令。怎么，我们是不是都成了你怀疑的对象了？哈，干脆把我们都抓起来得了。总长，我还是建议先停止梁同的工作，我们尽快调查，给你答复。毕竟，一个有嫌疑的人指挥着我们的千军万马，那很危险。是我跟总统在指挥。你说这些有根据吗？杜聿明率兵援救黄伯韬，一天只能向前打1-2公里。你再去看看梁同的办公室，灯一亮就是一夜，他都快急死了。这个时候可不能乱说话。梁同把自己的家眷全部送回了老家，这一点很可疑。战乱时期为解后顾之忧，把家人送回老家去，这没什么值得怀疑的呀！啊，还有，梁同闹婚变的事儿，你知道吧？知道。那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梁同替谁背的黑锅。这个事儿，你可以去问蒋经国啊，是谁让一个美国女子把一个中国将军逼得被迫成亲？你还可以去问问蒋夫人。梁同的未婚妻是周应奎的女儿吧？是。周应奎能不顾一切在我面前去痛打梁同，他疯了不成？人家是咽不下这口气，人都要脸，躲还不成吗？总长，我对梁同太了解了，他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方式方法，不合他一贯的风格，我很怀疑。混账！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结个婚也是个事儿？笑话！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你是听谁说的？曾光熙呀，你他妈就是个混蛋！何基峰、张克侠能混到我们这边，给战局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怎么就没看到你这人混到共军那边，为我们去扭转战局？我的情报靠的都是空中侦察、督图判断，你怎么就不能为我提供一些共军的军事情报？没错，你是保密局局长，但你也是国防部2厅的人。走，跟我去看看梁统是怎么工作的。长官，有什么最新的情况？杜聿明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推进速度缓慢。黄维的12兵团进展还比较顺利，但在宿县也遇到了攻击。什么？什么情况？情况不明，已经派出了侦察飞机。报告，宿县已被华东野战军占领。徐州至蚌埠的通道被打断了。宿县的共军应该不是主力。长官，您看能不能让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迅速北上，夺回宿县？发报，命令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尽速北上，夺回宿县。是。庞大哥啊，我父亲一直抱着小武将军，就是不撒手。再等等吧，等孩子睡着了，他就撒手了。嗯。哦，您在这儿等，容易被发现，或者您找一个别的地方等我。等一下，我让司机送我过去，跟您会合。行，我在中山码头等你，那儿旅客多，你带着孩子行李，不会引人注意的。嗯，也许时间会有点久。我感觉我父亲好像已经有所察觉。最好不要惊动他。嗯，好吧，我先回去，一会儿见。好。我有点内急，想方便一下。去吧。红旗，有点意外吧？我们兄弟真是何处不相逢啊！是啊，但是从今往后应该不会了。消失吧，从这个城市越远越好，再也不要插手吴梦祥和石阳的事了。我们是兄弟，我不想与你为敌。我不是你的敌人，
帮助敌人，也会成为我的敌人。尽管吴梦祥是我们曾经的兄弟，我知道你是没有分清谁是敌人，谁是兄弟。对不起，长官，让您久等了。长官，长官，啊，开车。哎。后面有车跟着吗？没有车了。回码头去。是。快到码头了吧？快了，小姐，已经这么晚了，码头不会有船了吧？哦，码头会有人等我们。你咋过来了？长官，真的要等吗？应该很快就到了。
往前开，快！南京又来电话，问我们还能撑多久？你说呢？援兵是指不上了，还得靠我们呢。我要和共产党血拼到底。奶奶的，这帮土八路，鸟枪换炮！报告，华为的第12兵团在蒙城遭到了华中野战军的阻击。报告，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遭遇共军陈赓部在宿县顾镇涧的任桥及宫平及化妆及张大桥支线阻击，进展受阻。严密接报。是。黄伯韬已经在平原上坚持到了第8天。梁统不得不佩服黄伯韬，但黄伯韬的第7兵团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被歼灭是迟早的事情了。梁统按照西柏坡的决策，目标瞄准了黄维的第12兵团。长官，说情况。报告，黄伯韬已经坚持到了第8天。第12兵团和杜副司令指挥的第2兵团、第13兵团2路援军都被阻击，进展缓慢。李延年的第6兵团、刘汝明的第8兵团进攻宿县，也遭到了共军陈赓部的阻击。长官，现在是僵局之势，这样下去，黄伯韬会非常的困难。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倒是有一个办法，说说。您看，能不能够让黄维转向直逼宿县？这样一则可以摆脱和共军在蒙城的纠缠，二则出其不意的拿下宿县，打通徐州和蚌埠的通道，和李延年、刘汝明会师。僵局一旦被打破，共军乱了阵脚，杜聿明的2个兵团就有机会了。好，我现在就去向总统汇报。报司令，总统急电，命令第12兵团火速向宿县前进，包围宿县，会师第6兵团、第8兵团，完毕。刚刚构筑的工事计划又变了。服从总统命令，立刻出发，目标宿县。是。谁下的命令？12兵团，你什么时候就走了？我们前进的压力本来就很大，现在就更大了。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是我指挥还是谁指挥？谁？是总统亲自下的命令。啊，总统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补给线，不然这粮草弹药怎么补充，我们的后路就断了。黄伯韬完了，完了。
1948年11月22日，黄伯韬第7兵团在碾庄地区坚持了12天以后，终于全部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这什么声音？是我的女人。婆婆死后就一直这样，没办法，受惊吓了。是魂儿丢了，找个法师给她做法事吧。今天我请你来，倒是想给你招魂儿。坐。子琪，要是兄弟，就说句实话。前线在开仗，黄维一封电报接一封电报催你上前线，你为什么不肯去？怕死啊？是，我怕死。我不是怕我死，我是担心老爷子，他身体每况愈下。我得陪陪他，尽尽孝。打仗归打仗，家人总不能不管了吧？子琪，你不是那样的人。梁同给你出的主意吧？不，你们家老太太先是对我触动很大，真的。百善孝为先。哎，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只是一介武夫吧？恐怕你真的是一介武夫。吴梦祥是我们的兄弟，我把他放了。梁同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不能再放了。你什么意思啊？不明白啊？说你是一介武夫，你还不信？不可能，不可能！咱们兄弟4个，就出了2个共点，你开什么玩笑？我像是在开玩笑吗？我是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肯定，他是。子琪，你不要被人利用兄弟之情给骗了。有些话用不着明说，你也能听出他背后的意思。这叫什么？暗示。没错。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好，我们都清楚，黄维的资历你比不了，你的战功黄维比不了。打心里，你从来没服过黄维，所以你不肯在他麾下作战。而且，你是个出了名的孝子，梁同就是利用了这个。他拉你到我家来祭奠我母亲，给了你一个脱离战斗的借口。梁同什么话都不用说，让你触景生情，萌生退意，这就叫暗示，非常高级的心理战。你说他厉不厉害？你的意思，梁同跟我打了一场心理战，而且他打赢了，他把你看得透透的。你呢，对他坚信不疑，所以你打败仗理所应当。我又怎么知道
你不是在跟我打一场心理战呢？你不用相信我，你现在最好谁都别相信。那我怎么判断？我总得信点什么。那就相信事实吧。去看看黄百韬兵团的结局。